大家好，今天来分享一个 AutoHotkey 撰写的 7zip 的辅助工具，它能够在 7zip 的压缩视窗里面自动帮我们加入压缩档档名，自动加入日期或者是时间。那这个日期或时间的格式，还有它插入的位置，都可以透过这个按钮来做控制。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在 GitHub 上面分享出来的 7zDT AutoHotkey 的程式，它基本的逻辑是怎么撰写的。使用我提供的作者的 GitHub 网站以后，我们到它的这个 GitHub 网页上面点击 7zdt.ahk， 接着再点击编辑，在编辑的画面里面呢，按下 Ctrl A 跟 Ctrl C， 把它的原始码整个复制到系统剪贴簿，接着再开启你自己惯用的文字编辑器，把刚刚系统剪贴簿的内容给整个贴上。贴上以后呢，就做储存啊，比如说这个叫做 7zdt-test.ahk 取代。好了以后呢，记得要把这个档案的编码把它换掉，最好是把它换成是 UTF-8， 而且是要带 BOM 的档案编码，然后按下确定，这样到时候它这边的中文字呢才能显示正常。然后接着就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下编辑。我现在已经在 Adventure IDE 里面把刚刚复制好的 7zdt-test.ahk 给开启起来了。在正式开始执行之前，先来做几个小修改。它这个原来的程式是这个样子，它原来的程式是使用 set timer， 每1秒钟就会来执行一次 7z 这个副程式，下面有一个 7z 的 subroutine， 每1秒钟就来执行 7z 一次。这个 7z 做什么事情呢？它就是来判断到底有没有一个 7zg.exe 视窗已经存在了，如果已经存在的话，就执行里面的这一些逻辑。7zg.exe 就是 7zip 它的加入压缩档的视窗，那如果它判断到有在加入压缩档的话，它就会来做下面这些事情。当档名被变更完以后呢，它就会来自动点击7zg 上面的加入压缩档这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在 7zip 22.0 跟 22.1 的版本，它的名称是 button 10，但是其他的版本是 button 14，因此就必须在这边做一个按钮的名称的控制。如果你选择第一种样式，它就会执行这个 Mode 1。那我们来看一下 Mode 1。Mode 1呢，就是把 7zip 的视窗给启用起来，然后最后面它就会叫 Ctrl Click 来点击 Button 10或者是 Button 14，那这样子就完成了加入压缩档的动作。这个观察，现在实际压缩这个动作就不要执行，因此我们把这个 Ctrl Click 给先加上注解，然后因为它每1秒钟都来执行一次，把它改掉，不需要每1秒钟都执行一次。我们希望我按下 F7 的时候它才要执行。跳到副程式的写法要用 GoSub， 所以我们就写这个 GoSub， 就是 Go Subroutine 的意思，然后它是要执行7z 这个 subroutine， 所以就这样子做，然后记得要加 return， 这个就变成是我们按下 F7 的时候，它就会去做压缩的动作。可以开一个档案来执行看看。假设我们压缩这一个档案，然后选择了一个档案以后按右键，再选择 7zip， 有一个加入压缩档，加入压缩档这个视窗呢就是 7zg.exe， 就可以按下 F7， 先执行一下。刚刚这个脚本忘了执行，然后先 run script， 它执行好以后，在这个地方呢按下 F7， 它的视窗就会出现了，然后我们点击 Mode 1， 它就会把日期加在档名的最前面。这个就是它程式的简单的一个逻辑的做法。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详细看一下它的这一些程式的写的方法，我们可以观摩一下。然后尤其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想要在游戏里面要让 AutoHotkey 能够自动侦测、自动执行，其实你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方法，使用这个 set timer， 每1秒钟就过来检查。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就不必使用热键来做驱动，而是让程式在背景自动每1秒钟就来执行一次。以上就是今天介绍了简单的 7zDT AutoHotkey 的脚本，各位可以来观摩一下这个作者他的写法。今天就介绍这个 AutoHotkey 的程式设计到这边，谢谢各位。